如果你觉得这个世界对你不公，有可能是因为你太有才华。大家都知道诺贝尔奖啊，学术界最高荣誉殿堂，但搞笑诺贝尔奖你听过没有？而且呢，今年已经是第32个第1届搞笑诺贝尔奖了。2022年第1届搞笑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奖由3名意大利经济学家获得啊，他们论文的题目叫《天赋与运气、随机性在成功与失败中的作用》。他们就是用数学模型的推演得出一个非常惊人的结论，就是人的成功其实和能力才华没有什么关系，完全是由运气决定。15年走到现在，我根本没有想到有这么艰难，有这么多的麻烦，有这么多的痛苦。大家没有看到所有的错误的时候，沮丧的时候，同事闹矛盾的时候，政府找麻烦的时候。所以大家看成功学的书也好，还有一些成功人士的采访，他们都说自己成功呢是基于年轻时的各种努力，没人说我是基于运气，对不对？很有可能他们理解错了，就是他们误以为年轻时候的一些好运啊是他们努力的结果，所以他们常会说啊，我以前吃过老多苦了，哎，受过人们没有受过的罪。其实他们受的罪不算什么，只是他们运气都很好。很有可能是这样啊。这也就是为什么成功学不能够复制的原因。就是他成功根本不是跟他做的事儿有关，而是跟他的运气有关。所以结论就是，成功是一点点的努力加上大量的运气形成的。搞笑诺贝尔奖，比如说2010年因为二维石墨烯材料的开创性研究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俄罗斯裔英国和荷兰籍物理学家安德烈海姆，在获得诺贝尔奖10年前的2000年曾经获得过搞笑诺贝尔奖。他当时的研究课题是如何让青蛙磁悬浮，他成功了那当然了，必须的，必须成功了才能得奖。2022年第1届搞笑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奖由3名意大利经济学家获得啊，他们论文的题目叫《天赋与运气、随机性在成功与失败中的作用》。他们就是用数学模型的推演得出一个非常惊人的结论，就是人的成功其实和能力才华没有什么关系，完全是由运气决定。换句话说，就是所谓的成功人士、有钱人啊，可能单纯只是因为他们运气好，倒不是他们有什么过人之处。当然，这不光是我们的一种感觉啊，从数据上可以清晰的看到，能力和财富不成比例。这个图呢是人类的 IQ 分布图，就是人的 IQ 啊，95%都集中在70到130之间，最多的就是100附近的，也就是说正常 IQ 的人是最多的。这种分布曲线叫做正态分布、常态分布，属于一种非常正常的分布。就说 IQ 超过145的几乎没有，低于55的也几乎没有。但是我们的财富分布呢，却不是这个样子的啊。这张图就是财富分布的图，只有很少很少的人拥有了极多极多的财富。这种分布叫做帕雷托分布，也叫做巴尔法则分布，它是符合巴尔法则的。巴尔法则我们在很久以前介绍过，就说这个世界上80%的财富掌握在20%的人手里。发现这个分布规律人呢，是意大利著名的经济学家叫帕雷托。他注意到这个法则不只是在财富上有啊，它是普遍存在在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之中。比如说土地也是一样，这个世界上80%的土地是掌握在20%的财阀手里，钻石、珠宝、黄金都是。还有比如说一个公司80%的营业额一定来自于20%的核心客户。微软曾经就表示过，只要解决了排名前20%的 bug， 就能解决整个系统80%的问题。而且根本上这个规律啊是一个自然规律啊。比如说蚂蚁这个群体，就80%的永远在劳动，20%永远在休息，这个就叫帕雷托法则啊。那么财富的分配如果符合巴尔法则的话，它就是两极化，很少的人获得了很多的财富，很多人获得了很少的财富，两极化。刚才这个能力曲线明显是往中间的，但是财富是往两极方向发展，这就不对了嘛，很奇怪啊。就是从这个图上就能看出来，能力和财富没有关系。当然我们说这个能力只是 IQ 啊。好，那么为什么能力和财富没有关系呢？是不是什么非自然因素的影响阻碍了有能力的人赚钱呢？柯文哲经常标榜智商，又惹争议。对他老是把智商测验157挂在嘴上，资深媒体人冯光远要他别丢人现眼了。柯文哲很技巧的就把他自己的这个预官的智力测验的成绩跟这个 Mensa International 这样子的这个等于智商的这样子一个鉴定的成绩扯在一起。这个是一个非常荒谬，其实有点下流的事情啊！熟读考古题，你就是可以去利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去提高你的这个分数。冯光远解释，国际智商鉴定机构叫门萨国际，但台湾分会从来没有柯文哲的鉴定记录，而其他名人像爱因斯坦和比尔盖茨都为160分。奥巴马是140分，柯文哲自称的157是预官智力测验成绩，满分180分。而且看看网络上多的是考古题，可以背多分。
家医科医师徐礼安就曾 po 文说，每次听到他说他智商多高就要偷笑，还说自己当年就考了高一医学系全班最高分172分，柯文哲还输他15分，还强调因为很努力练过考古题。Hello， 欢迎大家收看。今晚我想来点真心话。市长，今天我们这个空气中弥漫着智商的味道，智商满，快要满出来，我其实蛮紧张的，就是我怕我智商突然现形。然后我们要欢迎翟本桥翟老师。大家好。你遇过人生中最大的失败，你觉得是什么？哇，这其实很多。你要讲真正最大的失败，我觉得是最近我儿子翟小兔，他跟我讲说，爸爸，阿嬷说你 IQ 很高，但是 EQ 很低，动不动就发脾气。我说哪有？马上现形，马上现形。一手创立云端公司和配科技，翟神翟本桥，但现在传出经营不善，公司进行减资。这股东1秒变粉尘，翟本桥赔了超过2100万元。其实大家可能会觉得说，我一生中最大失败可能是和配科技没有做起来。台湾人一般观念都是，你成功的经验怎么样？但是其实真正懂的人会反过来问。像我前几天才跟一个创投在谈，他就问我说，你做新创，你失败过几次？我说算起来应该3次。然后他说好，那我们可以谈。如果你跟我讲你从来没失败过，那我就第一个嘛，对不对？那我就不要跟你谈了。很怕自己是第一个。对啊，其实我想在遭遇任何挫折的时候，一开始一定会有点难过，可是事过境迁之后，你回头想，这些都是蛮正常的历程。就为了解开这个谜，这个研究团队呢就建立了一个虚拟世界。这个虚拟世界呢是基于一个叫做个体为本模型的系统开发的，简称叫 ABM 啊，其实就是一个模拟社会运作的模型。这个模拟世界长成这个样子，图上黑色的部分呢都是小人啊，总共有1000个。他们给每个小人啊都赋予了一个能力值，在0到1之间，没有人到0，也没有人在1。平均值不是在正中间0.5，是往右一点0.6。其实大部分都集中在0.3到0.9之间，形成正态分布。那么这些小人设定的年龄呢都是20岁。为什么设定在20岁？是因为他们认为人都是从20岁开始挣钱嘛。所以呢，这个模拟是模拟他挣钱的40年，20岁到60岁，60岁就退休了嘛。就在他挣钱这40年，看他挣多少钱。图上绿色的小点呢，就是一个幸运时间点；红色的小点呢是不幸时间点。红点和绿点呢各250个，合起来500个。系统刚开始运作的时候所有小人拥有财富是一样的，都是10你可以理解为10块钱、10万块钱都可以，反正是10。然后这些小人不动，红点和绿点就开始随机运动。当这小人遇到绿点的时候呢，他就会发生一件好事。这个小人就有一定的几率呢，能够把他的资产翻1倍，10块钱变20块。他这个几率看什么？看他的能力值。我刚才说能力值在0到1之间嘛，比如说他如果是0.6的话，就正好在中间的话，他就有60%的几率把他的财产翻1倍。那是什么能决定他能不能抓住这个机会啊？就是随机的，碰到就算，不碰到就不算。能不能赚到这个钱，就是利用到这个绿点的话，看他的能力值。他能力值是0.9的话，就更有机会翻1倍；如果是0.6的话，机会就少一点。你碰不上的话，再有能力没有用啊，碰不到就不行。相反，如果遇到红点的话，不论你能力值是高还是低你都会损失1半的财产。10块钱就会变成5块钱那为什么赚钱翻倍看能力，然后赔钱的时候就不看了呢？是因为他这里边说的这个能力是什么东西就是知识技能IQ 判断力毅力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在你出现机会的时候，有可能让你如虎添翼，让你有更高的几率抓到这些机会但是当灾难来临的时候，比如说生病交通事故跟你能力就没有关系了所以只要遇到红点，财产就会降1半；遇到绿点的话，就要看你的能力值了。能力值高的就有更高的机会，资产增长1倍他们按照这个设定呢，就把这个系统运行了40年。当然不是运行了40年那么长了，就是一个很短的时间内把40年跑完了我刚才说大家一开始财富都是10嘛，40年后发生了什么呢？看这张图大家就知道了。这张图的纵轴是人数，横轴是财富。大家注意纵轴这个人数是呈10倍增长，一个人10个人，100人1000人结果是呢，这1000个人当中资产最高的只有一个人，他有2600块钱他从10变成2600了。这个人的资产是剩下所有人平均的128倍。第2名呢也是一个人，他的资产大概是1300块钱左右。绝大部分人的资产都趋于0了，都没了。后来他们经过计算发现，这是完美符合巴尔法则的，就是有20%的有钱人掌握了80%的财富，而80%的人的极端贫穷合起来只有20%的财富。而最富有的几个人他们的才能指数是多少呢？最富的这个人在这儿，就是最高这条线，横轴是才能指数，纵轴是他的资产他是多少呢？他是0.61。比0.6稍微往右一点，在智商来说大概是105左右，
而最右边呢，按理来说应该是智商最高的那个家伙，那个家伙呢，财产几乎趋于零了，就是他有90%几率能把自己的财产翻倍，结果他还是趋于零了。而最奇怪的是什么啊？挣钱多这几个都在中间附近，就是都是能力平平的，不奸也不傻，你不奸也不傻，可能傻一点都没关系，反正只要靠近中间就容易赚钱。那难道不是因为能力值居中的人比较多吗？啊，对，比例的。其实我跟你讲，就是这么回事。能力值多的人就更有机会成为富豪，说明什么？和能力值无关嘛。只要人口基数大，就更容易出现富豪嘛。大家注意，这个推演还有一个特点啊，就是即使你遇到一个绿点，也不一定能够成为富豪，它只是把你资产翻倍嘛，10块变20块而已，而且也要看你的能力值哦。所以这个家伙能增长到2600啊，说明他不断的在遇到好事儿，是不是？必须是一连串的，而且还得遇不到坏事。对，没错。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最有钱的家伙，他这一生究竟遇到了什么事儿？这个图呢，就是他的整个财富变化曲线啊。那他的一生会很爽吧？对啊，他的能力指数0.61啊。他在20岁到60岁这40年里啊，对了，大家注意，他这个横轴为什么是0到80啊？是因为这个系统是半年往前前进的，所以0到80实质上就是20到60岁，中间呢是40岁啊。这个家伙在20岁到30岁的时候呢，就遇到了一次好事，财富也没怎么增长，但是在临近40岁的时候，突然连续遇到3件好事。噔3件好事，而且他似乎都抓住了这个机会啊，然后财富呢就迅速增长，然后40岁到50岁之间又只遇到了1件好事，50岁到60岁的时候呢又遇到了3件好事，也都是连续出现的。他在这40年时间里没有遇到不开心的事儿，没有灾难啊。如果以40岁为中间点来看的话，他前半生和后半生遇到的机会是差不多的，但是前半生呢，由于资金量比较低，翻番也翻不到哪去，所以财富没怎么增长。但是到后期了，就是靠近60岁的时候遇到好事，他的财富就指数性增长了。而相反啊，最惨的一个人，他的人生曲线是这样的，你继续看，遇到的都是坏事。他人生只是遇到了1次好事，遇到了15次坏事。对，他在30岁之前啊，什么都没遇到，好事坏事都没遇到，平淡无奇。30岁到35岁之间遇到了1次好事，遇到了1次坏事，扯平了，没什么变化。但是在38岁开始啊，他就再没有遇到好事了，连续遇到14次坏事。38岁怎么了？资产的不断减半，结婚了吗？大概在45岁的时候，资产就已经趋近于0了。后来再发生多少灾难，对他打击其实都不大了。但是他的灾难还是在不断的发生之中。比较讽刺的是，他能力指数达到了0.74，用智商来说应该在120左右了，相当聪明的一个人啊。所以从这个图上我们可以看到，人生决定因素只有一个，就是运气。你能力再高，你只要遇到了全都是糟心事儿的话，你就资产就会趋于0啊。能力平平，你遇到的都是好事儿的话，很多次机遇总能抓住1-2次。是的，是吧？哪怕你只有0.6。对，如果1次机会没有，想抓也抓不住。想抓也抓不住啊！人生也是一样，你能力再高，其实和你成功的这个几率相比的话，不起任何作用，和运气相比不值一提啊。然后他把这个模型啊，这不是运行了1次吗？不说明问题啊，运行了1万次，每次的结果都是这样的，就是总有一个人发达了，80%人都已经快趋于0了。这1万次的结果也都符合8·2法则，也就说明什么？现在世界财富形成这个8·2法则啊，不是人为形成的。就是现在把全世界的财富再平均分配到每个人手里，过40年还会形成8·2这种结构，就纯看运气也会形成8·2这个结构，只是富豪可能换人，不是今天这富豪了，但是永远都是20%人掌握80%财富，这是自然规律。还有就是发现这1万次里面，每次这个大富豪都一定是运气最好的那个人，就是他几乎遇不到红点，连续的遇到绿点，而运气最差那个人永远都是遇到最多红点的人，他几乎遇不到绿点。就算遇不到绿点，也不要遇到红点吧。对，你什么点都不遇到还可以。然后这个团队呢，把这1万次模拟当中最富有的人放在一个表里看了一下他们的这个能力值，发现啊，形成正态分布。就是说，最容易成为大富豪的，就是中间偏右一点的人，0.667。你能力高也没用，能力低也不行，就在中间偏右左右为最好。按 IQ 来说，也就是说在100到120之间的人比较容易成为富豪。当然，这也是因为这一段人最多了。但这就说明了什么？这属于纯看几率的这么一个世界，人多就容易中，跟你能力没关系啊。这也说明了人生最后拼的不是能力，而是运气。所以大家看成功学的书也好，还有一些成功人士的采访，他们都说自己成功的是基于年轻时的各种努力，没人说我是基于运气，对不对？很有可能他们理解错了，就是他们误以为年轻时候的一些好运啊是他们努力的结果，所以他们常会说啊，我以前吃过老多苦了，受过人们没有受过的罪。其实他们受的罪不算什么，
只是他们运气都很好。很有可能是这样啊。这也就是为什么成功学不能够复制的原因，就是他成功根本不是跟他做的事儿有关，而是跟他的运气有关。所以结论就是，成功是一点点的努力加上大量的运气形成的。因为成不成功就是运气。其实啊，研究出来现在发现啊，这些获得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家，大部分都是靠运气的。就是比如说啊，打个比方，当初发现宇宙背景辐射的那个科学家，他们就是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接收到了宇宙背景辐射，他们根本不是要找这个东西，就接收到了，结果一研究发现啊，这是宇宙最初爆炸那个辐射。大家都是有机会创造价值的，只是你个人从过往的经验也好，从他这个有没有名人来判断哪个更有几率，其实这个判断是没有必要，成不成功完全看几率啊。所以这个模拟结果就说，根据能力去分配资源其实是不对的。我知道这非常违反常识啊，但是结果往往就不是由能力所决定的。好，那么回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人生如果只是运气，难道我们就只能听天由命，坐以待毙吗？其实不是啊，这个实验的目的不是告诉我们要放弃抵抗啊，而是告诉你，你努力的方向似乎要改一下，你不能把人生努力的方向在研磨自己的能力上面。就是我想办法提高我的智商，就是我想办法增加更多的知识，其实是没用。对于你改变命运没有太大的作用，但是前提是啊，你在中间偏右才行。就是你得有一定的技术，不能是什么都不会，我天天躺着，我什么都不想，那不行。中间偏右，中间都不行啊，中间偏右一点就可以了，就不需要去研究了。你不要飞到智商140、150，不需要啊。剩下享受生活了。对，剩下就是看机遇抓不抓得住了啊。不就是等着他来碰我吗？对，等着机遇出现就可以了。就是你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如果在研磨你这个技术上，你就无法发现机会了。偏到很右的地方，你就没有时间去寻找机会了，大部分时间都浪费在那个地方了，没用。很有可能被麻烦碰到。对，就说马云他不需要是经济学家，他懂经济就可以，懂怎么运营一个企业就可以，不需要是专家。而你真正需要努力的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减少不幸，一个是增加幸运。很重要。对啊，从最成功人和最失败人这个人生曲线你就能看出来啊，最成功的人一辈子就没遇到坏事，而失败的人一辈子几乎就没有遇到好事。所以改命的关键是如何能够遇到更多的好事，如何能够避免更多的灾难。好，怎么减少灾难？他说的这个灾难其实都是不可抗拒力的嘛，就是跟你能力没有关系，你能力也解决不了的。所以大家应该尽可能少过马路，少开车，少出入危险的地方，根本上少出门为最好。能在家里解决的事情就在家里解决啊。比如说健身，你就没有必要一定要到大马路上去跑步，这就增加了风险了。那在楼里健身房就很好嘛。当然在家里也不是说完全的安全，你要少抽烟，少喝酒，少吃对身体不健康的食物，对吧？减少生病的机会。你看看那个幸运的人，他都没生过病，是不是啊？当然让大家尽可能少出门啊，也不是说要杜绝与别人的交流，反倒你增加和别人的交流的机会。在交流过程中，你就会找到一些绿点，也能提前知道一点红点，对不对？就别人被诈骗了，你就知道，你就不会被骗嘛。你如果没有这个信息的话，你就可能被骗。但是你如果拒绝和所有人交往的话，你就既没有红点，没有绿点，他都不会找上你的。好，刚才说了如何减少不幸，现在我们来讲讲如何增加幸运。这个最富有人一生连续遇到8次幸运的事啊，我们也应该这样去寻找绿点。怎么能做到呢？其实这里边有个核心问题，就是幸运这个东西是否真的存在。英国有一个心理学家叫理查德·怀斯曼，他在年轻的时候是一名魔术师，后来对心理学特别感兴趣啊，就去伦敦大学呢攻读心理学。毕业之后呢，在世界上最古老的学府之一爱丁堡大学呢继续研究心理学，最终拿到了博士学位，成为了一名心理学家啊。他年轻的时候呢，就对一个问题非常感兴趣，就是运气这个东西是否真的存在。那怎么证明这个东西真的存在呢？它究竟是个什么东西？不知道的话，我们就不知道怎么提高运势嘛。于是呢，他做了一个实验啊，他招募了上百个志愿者啊，把他们分成2组。他怎么分开这2组人？就是他问他们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觉得你自己是特别幸运的人，还是比较不幸或者一般人？他做了一份报纸，这个报纸是模拟真的报纸做的啊，然后里边参插了一些图片。他让这2组人啊上这个报纸上找图片，说有多少张图片，你们数看谁数得快。结果发现啊，觉得自己幸运这组人啊，找图片的速度是觉得自己不幸这组人的速度的3倍。有的人甚至几秒钟就说出来这些报纸里有多少张图片，几秒钟，你报纸都没翻完他就知道了。其实是怎么回事啊？他这些报纸里边总共有42张图片，你要数的话，真的得花2分多钟。这个觉得自己不幸这组人，大部分都花2分多钟数出来的。而这张报纸反面其实用大文字写着，这些报纸上总共有42张图片，这就是答案，用文字写的。但是你让他找图片，他就注意不到文字了，就拼命找图片了。但是幸运这组人，很多人都注意到这字了，所以一翻过去啊，42个就回答了，几秒钟就回答了，所以平均下来速度快了3倍以上。甚至这些报纸上还写了一些其他的字儿，比如说，如果你看到这句话，告诉测试的人，你就会获得10块钱奖励。哎，不幸运组一个看到了都没有，幸运这组就好多人都看到了，哎，就获得了一些现金奖励啊。他通过这个实验结果啊，
似乎感觉到一点这两个组织不同了。哎，就是什么？他是幸运的人啊，似乎啊洞察力更强一些，视野更宽广一些；而不幸的人啊，他们视野更窄，很容易钻牛角尖啊，或者是集中在一个很小的范围之内，让他干什么他就拼命干什么，注意不到周围的变化。他说这个其实不是一种能力，我刚才说洞察力，其实它不属于洞察力的范畴，它更类似于一种生活的态度。就是觉得自己幸运的人啊，他不太注意生活中那些不幸，他只注意到自己幸运那些点，所以他会觉得生活中幸运事比较多。他也容易发现，就是说看似不是机会的，他也都觉得是机会。而觉得自己不幸那些人啊，特别容易关注到生活中不幸的点。本来挺幸运的事儿，他都觉得啊，这可能是平常的；而遇到不幸，他觉得啊，我怎么又不幸了？容易悲观。所以造成他们俩心态不一样的最直接的原因呢，就是态度，生活态度。而这个第二个实验证明什么？就是说，觉得自己运气好啊，其实是有机会提高运势。怎么提高运势？就是说，你周围可能有很多绿点，你平时注意不到，因为你视野太狭窄。你应该扩展你的视野，改变心态。这也就是大家可能经常听说啊，就是说和运气好的人在一起啊，就容易运气好；和运气不好的人在一起，容易运气不好。为什么？因为啊，运气好不好不是能力，而是一种生活态度。能力是不能传染的，而生活态度是可以传染的。哎，所以运气好的人，他的这种豁达也好，他这种视野开阔，就会影响到你，就会让你豁达、视野开阔，就会容易发现这绿点。就说红点吧，避免的方法我已经说了，少上马路就完了嘛。但是绿点怎么能更多？就是开阔眼界。就是在这个实验里，绿点它不是隐性，是随机的；而现实生活，绿点有可能是隐性的，就是这个机会出现在你面前，你没有发现，那就没机会了，对吧？只有红点你发现了，怎么能行？就是说，如果你红点比较多，运气比较不好啊，你就喜欢的时候，你能发现更多绿点，也可以弥补这个东西。是的，啊，这是改变运势的关键。而抓到更多绿点的关键是什么？就是开阔眼界，不能让自己啊视野太狭窄。这也和就是说你不能够研磨自己的能力有关。你研磨自己能力就在一个单方向上不断的研究嘛，这是不行的，一定要分散开来，浅一点没关系，分散开来，哎，看得更宽广一些的话，人生就会不一样。总结啊，就是人生啊是需要努力的，但努力的方向需要注意，应该在注意安全、注意健康的前提之下呢，努力开拓视野，这样的话才能尽可能减少人生的红点，增加人生的绿点。至于是否能致富，最终是要看命的，和才能啊努力就是个人因素，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有很多人想要达到的人生状态，并不是有多么富有呀。他这个只是用财富去量化了人生的一种成功了。当然，你可能追求人生成功不是这种形态的，但终究需要一个量化嘛。你可以不理解为这个是财富，对，你就理解为人生成功指数也可以。所以整体来说，这个世界对于有才华的人其实是不公平的。他付出了更多的努力。对，你可能有更好的天赋，但不一定能够成功。如果你觉得这个世界对你不公，有可能是因为你太有才华。所以 life is short, play more， 就这个道理啊。大家知道我确实数学在高考第一次考过1分，不觉得丢人。我觉得讲真话不丢人，最丢人的是讲假话。我数学考过1分，大学考过3次，初中考重点中学考过3次，也没考上。我们那个学校也是当时杭州最差的学校。我考进大学叫杭州师范大学，是被认为第4流的学校，尽管我认为它今天比哈佛还重要。所有的经历看来，我不具备创业，但是很奇怪，有时候读书不好反而容易创业。所以，在人们看来几乎没有可能成功的，我们走了15年，走到今天。当然，阿里巴巴15年，我前面还有4年做中国黄页，到外经贸部去工作了13个月打零工。其实我们前面所犯的错误是超过大家想象的。我们18个人凑了50万人民币，我们决定这50万人民币大概能够坚持12个月，如果能够 raise money 融到钱继续下去。结果我们熬到第8个月已经没有钱了，而且没有人看好我们。我记得我跟我们 Joseph 蔡，我们副主席一起到 Silicon Valley 去 raise money， 去融资，我们被30几个风险投资全部拒绝掉，没有人说 it's a good plan， 只有我们自己觉得是 good plan。但是不是一个 plan 多重要，而是你坚定自己所做的这件事情很重要。其实阿里走到今天为止，很多人在讲梦想、理想、幻想是有很大差异的。梦想每个人年轻的时候都有过，
我记得有很多父母跟我讲过，他说马云啊，我这个孩子3天2头换梦想，今天想这个，明天想那个。我说这很正常，总比没有梦想好。今天我看见很多人幻想挺多，天天想，哎呀，幻想是什么？不切实际，没有行动，总觉得别人不对。我们有一帮人，10几个人、18个人在家里面，大家坚定共同的信念，说我们 promise 一起走。我那时候说50万人民币，如果我们失败找不到钱的话，我们18个人一起去找工作，我相信还是有机会的。所以我觉得大家要分清楚，如果你有一个梦想，你是不是在坚持？你是不是有行动？如果你有个理想，那么你是不是一批人一起去做？如果一个人，其实是很累的啊。创业不是你的事情，创业是一批人的事情，是这去思考。所以我今天很幸运，前面4年我创业，从中国黄页做了2年半到3年，到国家的外经贸部委做临时工13个月，全失败了，没有人看到这些失败。然后从阿里巴巴到现在，我们做了15年，我们很幸运，我们成功了。但是绝大部分人没有成功，成功的原因很多，失败的理由都差不多。我想跟大家分享，在座如果你要去创业，多花点时间思考别人为什么失败，不要去思考别人为什么成功。在阿里巴巴成立的前3年到5年内，我每发现一个公司怎么失败的，我就会把这个公司失败的案例发给所有的同事，让大家知道这些事情要记住，别人犯这样的错误，我们也会犯。不要以为你有多聪明，人都是差不多的。所以只有避开那些经常犯的错误，你才有可能。很多书讲马云怎么成功，怎么能干，阿里巴巴怎么能干，其实我们这些人都不怎么能干。说心里话，我是肯定不能干，我们18个人也不那么能干。如果能干，他们早就去其他这些世界500强，找不到工作，我们才凑到一起的。我们不断去思考一个问题，坚持并且去学习别人失败的经验。所以走到今天，我们的市值，阿里巴巴这家公司变成全世界这么大的一家公司啊！我们3、4年以前，大家都认为阿里巴巴很糟糕 ，business model 不行，这个技术不行，服务不行，产品不行，还有很多假货。反正看来都是不行。我跟同事讲，我们其实比别人想象的要好。但是今天，所有的人都认为阿里巴巴啊了不起，中国的骄傲，互联网的奇迹，这个电子商务做得那么好。其实我们远远没有别人想的那么好，我们还是一家很年轻的公司，只有15年。15年的成功，并不意味着你未来会成功。我们在做前人没做过的事情，所以这些东西让我们要很理性的看待自己。别人说你好的时候，你要知道你没那么好；别人说你坏的时候，你也想想，其实我们还可以啦，啊！所以我们就是以这样不断的调整自己的心态，走到了现在。所以，我想实话说，这15年超过大家的想象。有说，哎呀，马云你很智慧啊。哪来的智慧？智慧的人都是肯定很倒霉过来的人。所有智慧者都是吃过巨大的心理生理的痛苦才走出来。只有知识很好的人，就是智商很高的人，未必吃过苦；情商更高的人一定吃过苦。所以做企业家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情商要高，原因是你吃过苦，要重新思考。这是第2个 point。第3个 point， 我想跟大家讲，机会其实是均等的。我一直认为这世界没机会。我有时看看李嘉诚先生，哎呀，你看人家那么厉害；看看比尔盖茨，哎呀不得了；看看巴菲特，不得了。其实我现在跟他们熟悉以后，我发现人都差不多的。别人说我很厉害，其实我爸妈从来没觉得我厉害，我老婆更没认为我很厉害。机会是均等的。我那时候天天抱怨比尔盖茨，天天抱怨 Larry Ellison， 我说你们这些家伙把机会都拿走了，我们没机会了。你看，要想做软件，
搞了个人家出现了个 Microsoft， 做硬件 IBM， 要开个商场有个沃尔玛，反正每个都比你大，所以我觉得没意思了。但是细心下来想想，我干嘛要跟李嘉诚比呢？我干嘛要跟比尔盖茨比呢？人家吃过很多苦，我们应该跟隔壁的老王比，小张比。只要比小张做得好，我也很高兴。我并不一定需要像比尔盖茨一样让全世界用软件的高兴，我只要到我们家喝馄饨的那几个人高兴就很好了。其实想明白以后，心态调整。这几年来，我荣幸，我这一辈子，我很感恩，最大的福气，我有机会认识了所谓这世界上很了不起的商界最牛的人。交流过发现以后，有一样事情我一定要分享给所有的年轻人，他们一定是很乐观的看待未来。第二，他们永远不抱怨，只检查自己的问题。第三，他们比超越常人的坚持。没有这些素质，你是走不远的。你首先要相信乐观，不乐观的人是不可能做创业的。所以我自己觉得我算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看看边上那批企业家的大佬们都非常乐观，永远相信未来比今天好，人类社会永远是一年比一年好。所以金融风暴2008年金融危机起来的时候，我跟很多同事讲，我说哎呀，这是机会啊，终于让那些很能干的人，以前很厉害的人倒霉一下，轮到我们发点小财了。因为其实今天再困难，10年以后成功的企业家一定比今天多，10年以后有钱的人一定比今天多，10年以后你发现很多人从来没听说过的出来的一定比今天多。人类总能够解决问题。第二，我发现有一个事情，几乎所有的成功者碰上麻烦犯上错误以后，总是先检查自己，哎呀，我这个没做好，我得调一调，我这个不对。真正成功的人一定是改变自己的人，改变别人的事情少做。我以前跟很多年轻人一样，也是这么，我要是总理的话，我肯定是这么啊，我要是总统的话，我必须这样。后来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情。其实改变世界的事情留给总统、留给总理、留给主席去干，改变自己的显得更为重要。这世界好时候有坏企业，坏的时候有好企业，所以我自己想明白这个道理。我爸想改变我将近30年，没办法改变我。后来我自己花时间，我都冲动过。今天你们年轻人所干的所有的事情，我都想过，都干过，因为我们犯的错误都差不多。但是很重要一点，检查自己，改变自己。第三个，少抱怨。其实抱怨要听别人抱怨，你应该很高兴。哎呀，抱怨，这家伙在抱怨，我在干活。我小时候读书读不好，一个最大的问题在哪里？我发现我读书成绩很好的人天天在外面玩。我问他你怎么每天玩？他说读什么书叫玩就可以了。那我也去玩，结果人家回家是很认真的，我傻乎乎的回家还在玩。所以别人有的人在抱怨会成功，你一定没有看到背后他做了什么。机会在哪里？机会就在抱怨之中。只要有人抱怨，这些方法去解决就可以。其实做阿里巴巴最早就是来自于听见很多人说中国出口太难，所有出口的人都必须到广交会去。如果我们在想都要去广交会，连我们都申请不到去广交会的牌照和资质，为什么不可以在网上做一个平台，让大家直接在网上卖？就这么个 idea 就出来了，然后坚持走到现在为止。所以我发现成功者很少抱怨。第一，成功者抱怨到一定程度，不是为自己抱怨，为同类抱怨，为同行业去改变，但是不能幻想认认真真脚踏实地去做。第四个，坚持。今天人家说你很了不起，阿里巴巴很了不起，其实这15年来，我们有1万次想过放弃，哎呀，别弄了，最后想了想，已经走到现在，再熬2天，哎，很奇怪，
很多事情你再熬24小时，观点都变了。千万不要人啊，要走没很容易，跑到高楼上面往前跨一步就永远没了，但回来是多么的难。稍微再考虑2个小时，形势就变了。我的坚持就在于，每次碰上大困难、大麻烦的时候，我去睡一觉，明天早上再想一想。坚持有的时候就这么简单，因为有的时候冲动的时候，边上人一讲，然后你的脑子容易冲动，这时候离开一些。大家都说要放弃的时候，其实花2分钟想一想；大家都说要坚持的时候，再花2分钟想一想。人的脑袋是用来给自己思考的，所以我觉得这是我第3个 point。机会其实是很公平的，只是你有没有看到，只是你是怎么去做，有没有去学习那些把握机会的人，基本上是坚持了，基本上去乐观了，基本上是去思考别人。第4个观点，我想跟大家讲未来的机会。最近在中国大陆有一句话很流行，就是风来的时候猪都会飞。这个猪啊 ，pig， 你如果躲到这个很好的风口风一来，猪都会飞起来。所以很多人就天天在找风，哪个机会扑到这个机会，哪一个机会？其实风来了，猪都会飞，但风过去以后，摔死的还是猪。这些猪没有改变自己，不是创造自己猪该走的这条路，而你觉得别人成功，你想靠一个机会是不能行。还有一批人是真正的猪，机会走过他都没看见，